5月初，因在泰国呼麻后，头脑处于极度兴奋状态下的孙安佐私闯民宅露屁股被抓后，才被其母狄英从泰国接回来的孙安佐又犯事了。前几日，也就是6月15日当天，孙安佐及其经纪人朱一鸣携带煤气火枪现身台北夜店，台湾社会一片哗然。虽然朱一鸣17日至警局强调，孙安佐自制的火枪喷射距离不足1公尺，毫无杀伤力可言。但是台北警方随后在其家中搜索到的一包黑色粉末、匕首、煤气火枪，无疑是再次把已经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孙安佐推到了舆论风暴的漩涡之中。根据此前媒体报道的内容，2018年为了救出刚满18岁，在美国因犯恐怖威胁罪而被判服刑的孙安佐，孙鹏和狄英更是卖掉台北的多处房产，烧掉了1.3亿新台币，聘请王牌律师团，才将其子带回台北。但叫所有人傻了眼的是，虽然孙鹏耗尽所有心力想让自己的儿子重回正轨，但孙安佐非但无法体谅父亲的良苦用心，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向父亲孙鹏喊话，请你不要再偷鸡摸狗，如果与父亲发生冲突，他会选择与父亲练拳。那么问题来了，正值人生最美年华的孙安佐到底怎么了？天生就高起点的他，为何频频脱轨？在他短短24年的人生阅历里，孙安佐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造成如今如此尴尬局面的孙安佐父母，是否也做错了一些事情？鼓励大象，马上开始。我用命跟你拼。Feel that he was going to。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都说孩子就是父母的一面镜子，每个熊孩子的背后，铁定会有一对更熊、更无能、更自私的父母。这句话放到今天我们所要观察的对象身上，同样适用。真的没有想到，在我的故乡，检察官竟然起诉我儿子，他就开了一句不该开的玩笑，他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想要伤害我儿子的人，对不起，我用命跟你拼了。那其实小孩子出意外难免，只要无心之过，我们都要原谅。他们又不是。2018年，孙鹏和狄英夫妇排除万难从美国救回孙安佐的时候，面对记者的采访，狄英曾泪流满面地对媒体发出过一句在当时足够穿透所有人灵魂的一句拷问：到底我要怎么教啊？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其实我想屏幕前的您也会和大象一样，也真心的想问一下狄英和孙鹏，好好的一个孩子，你们到底是怎么教的啊 ？OK， 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好好的观察一下狄英和孙鹏到底对孙安佐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对于现世代的新兴人类来讲，可能对上述3位的名字比较不熟悉。为了让这部分的朋友快速进入剧情，咱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3位涉事人等。根据维基百科给出的解释，出生于1962年的狄英，本名林嘉璇，原名林妙熙，祖籍是浙江省温州市，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女艺人。早年间活跃于歌仔戏、电视剧以及综艺节目的演出。在其近50年的演艺生涯中，最具争议的事件应该是1991年在拍摄电视剧《半生缘》一世情时，与香港演员蓝洁瑛的冲突事件。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因不满同剧组演员蓝洁瑛迟到，而在公共场所用脚踹踢蓝洁瑛，导致蓝洁瑛终生不愿再到台湾拍剧。2005年，在台湾综艺节目《快乐星期天》，狄英曾得意洋洋地描绘其向蓝洁瑛施暴的过程，毫无歉意，甚至直言嘲笑她是蓝大牌。此时蓝洁瑛已息影多年。1997年，狄英与同是艺人的孙鹏共同演出华视电视剧《我的阿爸我的子》，进而相识并交往。次年6月9日，两人结婚。2年后的2000年，他们的独生子孙华出生。这个孙华就是后来一直在惹是生非的孙安佐。根据中天电视新闻频道的报道，前几日，也就是孙安佐因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理条件被移送北检，经检方复讯后，6月19日深夜，谕令以30万元金额交保，限制住居，并责付孙鹏时，台北地检署的电子公告牌上意外曝光孙安佐近期已经第2次将名字改为孙建豪。另外，关于其父孙鹏，也有必要在这里和大家着重的强调一下，孙鹏也是台湾地区较为出名的演员和主持人。20世纪90年代，由他主持的国光帮帮忙
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他和狄英参演的电视剧《包青天》也曾在两岸三地刮起过流行文化的风潮。2000年1月1日出生的孙安佐，其母狄英怀孕生子的时候已经38岁，属高龄产妇。虽然不能说是什么老来得子，但也是千辛万苦后才安然出生的孩子，故而狄英对孙安佐那叫一个相当的宠溺宝贝啊！当然，这也为后来孙安佐的种种出格行为埋下了足以致命的祸根，而其父孙鹏的所作所为，也为今日孙安佐的种种脱序行为创造了不可逆转的先天条件。根据10年镜周刊的报道，2011年年仅11岁的孙安佐和他的父亲一样，酷爱打漆弹等刺激性活动，尤其对枪械器具类的玩具尤为痴迷。其父孙鹏更是在其小小年纪的时候，毫无避讳地和小安佐大谈枪械战争话题，更是鼓励小安佐未来可以做合法的军火商。根据当时前去孙家采访时的记者反映，11岁的小安佐拿着类似弹弓的玩具瞄准记者，扬言要击打记者，并不许逃离。虽然狄英有呵斥其放下弹弓，但小安佐完全没有要听的意思。在探讨狄英和孙鹏对孙安佐颇具争议的教养方式，比如狄英母乳喂养直至孙安佐12岁才断奶，比如母子二人参加热吻大赛近3个小时的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孙安佐24年来所犯下的那些荒唐事件。就读于台北市私立威格高级中学的孙安佐，国中毕业以后，高中就读于康桥双语学校。高二后，未满18岁的孙安佐被父母安排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德拉瓦县上达比镇区就读邦纳普伦德加斯特天主教高中。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影响其一生命运走向的恐怖威胁事件。也正是这一事件，孙安佐开始在华人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事发6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整起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孙安佐此次的恐怖威胁事件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无限可能的事件。从他被捕到最终返回台北，每一步都充满了紧张和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当年狄英和孙鹏的及时搭救，孙安佐极有可能会被终生监禁。2018年3月26日，孙安佐告诉同学，5月1日别来学校，我要进行枪击。虽然事后他向法官解释，那只是他开玩笑的说法而已，但这位同学还是非常警觉地上报给了校方。学校管理方综合评估后，最终决定向警方报案。警方随后在他的寄宿家庭中发现了大量军事用品，包括 AK-47、215步枪等武器和弹药，以及被称为 Guard Rod 的脚手装置。当然，事件刚被披露的时候，孙安佐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随着4月2日宾州上达比警方再度召开记者会，局长齐武德表示，在孙安佐的住处，除上述枪支和弹药外，还搜出了大约有225发12号霰弹、663发9厘米口径子弹，以及295发215步枪弹、425发 AK-47 步枪弹，共计约1608发弹药。除此之外，还有一把9厘米手枪。记者会上，齐武德局长表示，隔日将和美国国土安全部人员见面，借请联邦人员介入调查。至此，不光孙安佐开始焦躁不安，他的父母也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开始害怕起来。经由全球媒体的不断发酵，事件开始被广而周知。孙鹏和狄英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一时间，飞往美国，试图营救孙安佐。他们不仅公开为儿子喊冤，并在后续的记者采访中，狄英把这一切归咎为小孩子不懂事，年龄太小，犯了不应该犯的错。在此期间，孙鹏夫妇甚至抛售了价值约1.3亿元新台币的房产，救子心切的决心跃然纸上。随后，孙安佐在法庭上的表现也迅速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在出庭时公开道歉，并表示后悔自己的行为给家人和朋友带来的麻烦。根据10年媒体公开的内容，主审法官在法庭上针对孙安佐的麻烦之说，当场曾反驳说，这不是麻烦，而是极大的蒙羞。孙安佐的律师在庭上还出示了一份精神报告，报告中指出，孙安佐的行为虽有违法，但并没有任何对他人造成危险的行为。然而，检方对此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即使孙安佐刚来美国几个月，也应该知道外国人不得违法持枪，以及妨害公共安全的玩笑是不能乱开的。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
孙安佐最终在6月4日坦诚犯下恐怖威胁罪，并选择认罪协商。法院宣判他4到23个月的刑期，但考虑到他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良好，有可能申请假释。孙安佐在美国的时间并不平静，他的案件由地方层面移至联邦层面，并以持非美国公民身份持有武器罪遭到起诉。美国时间11月19日，美国法院宣判孙安佐刑满可获释，但是终生不得再入境美国。2018年12月10日，孙安佐搭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华盛顿起飞，经由旧金山转机后，12月11日晚间7点50分抵达桃园机场。当时有传孙安佐回台后将会进入位于基隆的崇右影艺科技大学念书。虽然校方澄清孙安佐将以随班复读的方式进入校园，并不算正式学生，但后经证实，孙安佐被父母安排到能仁家商表演艺术科就读。那么被父母层层保护下的孙安佐，有没有通过这次美国之行得到一点点的教训呢？或许吧，或许在事件刚刚发生回台后的一段时间确实老实了很多，但事情很快又朝着荒唐的方向急速狂奔。2024年4月25日，孙安佐和他的3个朋友前往泰国普吉岛度假，期间因呼麻后导致精神错乱，裸露上身，擅自闯入泰国民宅，并在民宅中露出臀部。屋主发现立即报警，随后被当地警方逮捕。因无攻击行为，泰国警方裁定处罚500元泰铢，与屋主和解，赔偿屋主损失，并在5月初由迪英飞抵泰国带回台湾。尽管如此，迪英在接受采访时一直辩称孙安佐是在泰国被人下蛊，还住进了精神病院。小孩子不懂事，是被他前女友带坏了。这或许在迪英的思想境界里，自己的儿子是不可能犯错的，错的都是别人。包括前几日，孙安佐及其经纪人朱一鸣携带煤气火枪现身台北夜店，被台北警方拘捕的事件，可能在迪英的脑回路里，那也应该是台北警方的错。台北警方不管的话，他的儿子就没有错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迪英的思想里会有如此不可理喻的想法？他和孙家父子的相处模式与其他普通的家庭相比，到底有何不同之处？其实在迪英生下孙安佐不久，也就是小安佐3岁的时候，迪英和孙鹏因个性问题曾短暂协议离婚。当时孙安佐判给了迪英，孙鹏享有探视权。或许是夫妻2人考虑到小安佐的成长环境问题，在他们离婚4年后，2007年7月9日，孙鹏和迪英再次高调结婚。注意啊，我的朋友们，这里我们用的是再次高调结婚，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又举行了一次婚礼。当时孙安佐已经7岁，台北的喜宴规模相当之大，席开41桌，邀请了超过200名宾客，包括演艺圈的台前幕后人员，喜宴桌数逼近60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第2次结婚的证婚人是台湾非常有名的资深制作人王伟忠先生。如今看来，不得不说的是，迪英与孙鹏不管是离婚还是再次结婚，单从迪英的情感世界来说，孙鹏还真的未必是他们分分合合的感情纠葛里最重要的那个。迪英也不止一次的在台湾综艺节目里明言，儿子才是自己的最爱，没了谁也不能没有儿子。那么迪英对孙安佐到底有多爱？我们不妨先看几个让所有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例子。众所周知，孩童一般断奶的时间会在8个月到1岁之间，但是迪英的母乳喂养一直持续到孙安佐11岁以后。公开的信息显示，孙安佐断奶的时候已满12岁。是的，我的朋友们，你真的没有看错。如果说其他信息可能有误，但这个信息迪英自己就在不同的场合里多次亲自盖章。也就是说，孙安佐真正断奶的时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2岁。迪英的闺中好友王彩桦也曾在节目中爆料，孙安佐11岁时每晚睡觉还必须和母亲睡在一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孙安佐15岁，有了男孩的生理反应后，才被迫分开睡觉。最让人感到惊讶的事情是，11岁的小安佐每晚还要捧着妈妈的胸部才愿安睡，还会说妈妈的胸很 Q。迪英在台湾知名综艺节目《康熙来了》节目中坦言，自己非常愿意成为儿子的奴婢。朋友们，故事讲到这里，您是不是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这才是哪跟哪呀？以下这个大瓜才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有网友爆出陈年老料，2005年，迪英带着当时年仅5岁的孙安佐参加马拉松接吻大赛，
由于所有的参赛者几乎都是跟另外一半出赛，狄英跟孙安佐组成的母子档自然格外引人注目。此次比赛一亲就长达3个小时，期间嘴巴不可分开，说是当时孙安佐都已经累得没有力气了，但狄英还是坚决支撑到比赛结束，引得民众一片惊呼。狄英的神操作太过荒唐。6年前，正值孙安佐在美国留学期间，狄英在电视节目中明言表示，感觉自己整个心像是被掏空了一样。一个母亲对于儿子如此的爱，是不是正常？我想屏幕前的你已然有了答案。朋友们，故事讲到这里，你会不会和大象一样有些好奇？作为老公的孙鹏，在这段婚姻关系和父子关系里，又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孙鹏比狄英小3岁，在台湾主持界曾是当红小生。2015年在电影《角头》中饰演清风，事业再攀高峰。但也就是在这一年，孙鹏多次登上娱乐杂志的封面。台湾狗仔队不仅多次拍到他半夜3更不回家，反而直奔一名有蝎子纹身熟女的香闺，还被目击到一连4天打球都由此女相伴，两人互动密切，引起外界诸多猜测。虽然此次事件随着狄英在 Facebook 上秀出与孙鹏手牵手去日本度假的照片，宣告婚姻美满而结束，但是孙鹏是否给予了这段婚姻关系里夫妻间足够的忠诚和来自丈夫的关爱，除了孙鹏，估计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然而作为孙安佐的父亲，他是否尽到了一位父亲对儿子应有的正向引导呢？或许如今孙安佐的行为模式已经有了答案。都说一个孩子的行为模式是成年人镌刻在思想深处的印记，儿子是在这个世界上与自己最相像的另一个你。朋友们，孙安佐的脸型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很有父亲孙鹏的味道，眼睛与眉眼之间的神情也很相似，特别是笑起来的时候。除此之外，父子2个最为相像的应该就是他们的共同兴趣和爱好了，他们都非常痴迷枪械器具。根据孙安佐同学的说法，孙安佐同学放学后最喜欢的就是戴防毒面具和手持枪械进行拍照，而孙鹏也不止一次的在节目中确认知道儿子从小就喜欢枪械，表示赞扬，并且还曾向儿子提议未来可当军火商。朋友们，讲到这里，大家就已经不难发现问题的所在了吧？父亲是一面镜子，你认为正确的，你在孩子内心播下的种子，现如今孙安佐已然汲取消融到他的骨血里，再想剥离实属不易。康熙来了的一期节目里，主持人蔡康永在访谈完孙鹏后，直接问他，你是不是有反社会人格？蔡康永之所以会如此直接地反问孙鹏，那是因为在节目中，孙鹏自己揭发了自己的几件趣事，比如连同几个同学将女老师灌醉后，研究女老师的底裤，用热开水去浇洒别人，觉得很好玩。他会把去泡温泉的男同学和女朋友衣服都偷走，还会把自制的垃圾倒入温泉池内。朋友们，这些所谓的所有有趣的点，如今看来都在孙鹏儿子孙安佐的身上，似乎都可以找到相同的、相似的、不小心雷同的那些不谋而合的有趣点。6年前刚满18岁的孙安佐在美国出庭预审时，面对记者的采访曾说过，我只想看动漫。6年后，已经24岁的孙安佐因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被台北地检署谕令待查，交保30万新台币后，走出台北地检时，面对记者的采访，又说出了6年前在美国受审时的那句，我只想追番。6年前，孙鹏在美国的法庭上用并不流利的英文为儿子辩护称，儿子已经认识到错误了，家人都很思念儿子，期盼他早点回家。他更是一度在辩护中称自己的儿子只是一个小 baby。然而法庭之上的美国法官却直指问题的核心。作为父母，我必须让你们明白，你们的孩子孙安佐必须学会长大，必须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你们不可能一直保护他。然而孙鹏和狄英并没有把法官的话听进去一星半点，回到他们身边已经18岁的孙安佐，又得到了他们更多补偿式的，他们夫妻觉得那是爱的爱。至于是不是真的爱，或者在6年前当孙安佐由美国返回台湾，狄英在记者会上发表的那句穿透所有人灵魂的那句拷问，我要怎么样教啊，就已经说明了这位已经崩溃的母亲已然迷失在这个不受教的孩子里。想要伤害我儿子的人，
对不起，我用命跟你拼了。那其实小孩子出意外难免，只要无心之过，我们都要原谅。他们又不是去害人家作奸犯科，他们有些不懂的。我们要教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节目最后，我们用教育专家吴娟宇老师的一句话结束今天的节目。吴老师在新闻哇哇哇节目中指出，从亲子教育角度分析，他感觉孙安佐是无辜的，是很单纯的出生的，但怎么到后来却变成做了许多让父母丢脸及痛苦事的小孩。不止如此，孙安佐甚至可能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十分痛苦。可是他不知道该如何与母亲沟通，他要跟妈妈说：“妈妈，请放手，我有我自己人生，你放心。”但是狄英会听吗？当然，后面这句是我说的，全球的民众都知道，狄英年儿子年太深了。如今原生家庭的脐带根本没有切断，所以说，不管如今的孙安佐是24岁还是34岁，只要这根脐带没有切断，他就不可能真正的学会为自己独立负责。但最悲哀的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如今不可挽回的局面，但只有狄英和孙鹏依然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依然没有意识到孙安佐，或者从今天起，我们应该叫他孙建豪了。据说是找人算过才改的名字。这家人把精力全部放到这些事情上面了，他们依然没有意识到，是他们一手打造了这个如今让他们头疼的大 baby， 或者在未来还可能是会让整个台湾社会而头大的大 baby。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